你和朋友们谈论金钱时，是不是更倾向于讨论如何获得更可观的收入，如何享受这些收入？但是管理资金的方法，你们却几乎没有讨论过。当人们获得巨额财富后，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表现，大概分成这么两类人。第一种类型的人，他努力保存财富，并竭尽全力持续增收。第二种类型的人，好像遭到了金钱的诅咒，天上掉下了超大馅饼，反而加剧了他们逐步沦为赤贫的速度。你知道著名的拳击手 Mike Tyson 吗？ Mike Tyson 在职业生涯中快速积累了大量财富，年收入超过3亿美元。然而转折来得太快，2003年这位曾经的幸运儿跌入了谷底，不仅宣布破产，而且还背上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债务。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现在必须了解穷人应当摒弃的8种金钱观念。第一种错误的金钱观念是入不敷出。谁没有幻想过住高级头等舱，坐拥无敌海景房，日日品尝山珍海味的土豪生活呢？但是当你看着自己干瘪的钱包时，你扪心自问，自己的收入真的能 hold 得住这么高昂的消费吗？当你经历了多次头脑一热，大把往外撒钞票的时刻，你安静下来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你的收入不断增加，而钱还是那么不经花呢？最终你幡然醒悟，工资刚刚打到账户里停留了几秒钟，之后就飞蛾扑火般的被当成了鼓励基金、美食基金、享受基金。你是不是喜欢用攀比性消费来为你平淡乏味的生活注入活力？是的，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通货膨胀一样，收入的增加立刻会导致生活开支和成本的上涨。实际上，即便是增加了薪水，也应该尽量维持原来的生活成本。现在来看看另一部分人，他们更倾向于把多余的现金流用在购买资产和投资方面。假如你能够学会延迟满足，并且学着那些虚荣的物品和感受，你的钱包就会越来越鼓。如果你月薪5000元，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花费4000元去购买不实用的东西。不要落入被他人影响的陷阱。明智的做法是制定预算并跟踪你的支出，确保你的支出不会超过收入。第二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盲目投资。投资处处有陷阱，你生活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？你根据朋友的建议，或者随便打开股票软件查看当日大盘，然后飞快地掏出自己的钱包跟进，生怕会错过某些机会。又或者当周围的所有朋友都热衷于买房时，你也踌躇满志地打算将自己所有的钱都砸在房产里。你这样说服自己，只要投资房产，就可以通过租金实现收入源源不断的增长。然而世事难料，最终你遇到了无良的租户，在收到了前3个月的房租后，你再也联系不上他了，留给你的是一大笔物业水电费用，而且房内的各种装修也被破坏了。你待在杂乱的出租房内，又陷入了无尽的迷茫。正如所有的投资类型一样，房地产也是具有风险的。你不能保证事实永远向着你规划的那样发展。明智的投资者会掌握相应的信息，掏出真金白银之前，先获得市场的知识。如果没有这些信息，他们都会去深入调查，细心钻研。正如巴菲特说的那样，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，你必须赚认知范围内的钱。第三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幻想自己能够一夜暴富。总是幻想快速致富是让你赔钱的最快方法之一。俗话说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尤其是在互联网信息占满了人们的注意力时，各种各样的骗局会让你的钱包变得空空如也。如果你正在寻找新的商业目标，看到了某种宣称高回报、小风险的蓝图，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是投入100%的谨慎，并做最坏的打算。第四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不准备应急资金。现在打开钱包或者银行账户，看一眼你的资金情况。如果你没有准备任何的应急资金，那么是时候开始考虑这一点了。要知道，平凡的生活并不总是如你所愿。例如，你的汽车可能会突然停止工作，疫情大环境下，你们公司随时会裁员，你家里的冰箱、洗衣机也可能会突然故障甚至报废。总之，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金钱来维持。
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未雨绸缪的意识。一项研究发现，在紧急情况下，40%左右的人甚至连500块也拿不出来，并且只能还清信用卡的27%。这部分人只有通过借钱或者出售自身的物品，才能够凑足500元。想象一下，一旦遇到生病或重大变故，这些人所会面临的可怕遭遇吧。幸运的是，你不必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。做到开源节流，并不如你想的那么难。只要每月从工资中扣除10%，作为储备资金用于紧急情况。第5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，只有一个收入来源。如果你认为只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就能保住金饭碗，那你的工作很可能会背叛你。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安全。仅2022年上半年，高薪又体面的互联网行业裁员人数都达到了1/3左右。因此你要警惕在突发状况下单一收入来源的潜在危机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棵树，难道只能从一根树枝中结出果实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你可以发展出许许多多的枝条，结出各种花朵和果实。快去学习新的技能吧，通过新的方式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收入。第6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严重依赖信贷。或许你一直认为信用卡是你最忠诚的伙伴，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使用不当，信用卡也会成为你通往破产的单程票。如果你时时处处都需要信用卡，那么是时候减轻这种依赖了。这种小小的卡片让你觉得你能负担得起任何东西，一切只需要轻轻一刷即可到手。这是因为当人们习惯于信用卡而不是现金时，对于财务支出的感受会大幅下降，因为你花出去的不是真金白银，体会不到那种肉疼感，总感觉是白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这种感觉，那你赶紧恢复现金支付吧。当你将一沓鲜艳的钞票递给别人时，你才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我的心好疼，心里默算着要打工多少天才能赚回来，慢慢学会如何更好地平衡自己的开支。第7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过分害怕承担金融风险。俗话说，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，要赚大钱就要学会承担风险。当然，在投资之前你要对风险进行评估。按照一般人的思想，你会更加倾向于把钱留在储蓄账户中，而不是投进股市，毕竟这样看起来更安全。然而事实是，你每年留在储蓄账户中的增值甚至无法跑赢通货膨胀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投资稳定收益的股票或指数基金，长期回报率可以达到7%。第8种穷人应当摒弃的金钱观念是以储蓄代替投资。储蓄的唯一目标是为了投资增值，而不是为了存钱。如果你完全以储蓄代替投资，那么你就是在做慈善，将所有的机会免费留给那些勇于尝试的人。没有目的的投资还会使你最终把钱花在毫无意义的东西上。你可能会因为偶然看到的精美商品产生冲动消费的念头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你必须要明确储蓄的目的是为投资积累资本。无论未来要用这些金钱投资股票、房产或者创业，拥有明确目的的储蓄比让钱躺在银行里持续贬值要明智得多。这些都是我们穷人都必须摒弃的金钱观念。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富人阴谋中，甘当勤勤恳恳的螺丝钉，榨干自己为老板买法拉利，或者将白花花的银子烂在银行里，让别人攫取本属于你的利益，甚至成为超前消费的韭菜，堕落成外表光鲜内心却如死灰的卡奴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，请帮忙点赞分享哦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发表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